最近这些日子，我脑子里那首破歌越来越清楚了。我听说有人会花很高的价钱去买自己出生那天的报纸，就因为他想知道那一天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。这都是有根的人，我很羡慕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没事啊？这什么事啊？这什么事啊？这是？吓人了！张姨，哎，慢点。对。没事。这个叫高大华的男人死了，病死得很突然。我是被他养大的，但我从未叫过他一声爸。关于我的身世，他一直瞒着我。比真相先到的是他的突然死亡，一个像是谎言的死亡。为什么会把尸体藏在城市地标这么明显的位置？这说明什么？我们滨川还存在黑恶势力的残余，还是冤情没有得到伸张？现在撞车肇事者的身份已查明，但是撞车动机尚不清楚，而且10项内陈年事故的身份也尚未明确。各位，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撞车事故，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案情背后的真相。蓬莱广场是我市蓬莱集团的产业。近些年来，我们陆续收到过一些其他部门转来的涉嫌违法的举报线索，但每次调查后都缺少实证。这次撞车案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偶然。针对这起案子，省厅也专门做了指示，全面开展摸排深挖，严格落实线索核查，依法严厉惩处。1个星期必须确认尸骨身份和案情的基本情况。是。现在我正在蓬莱广场的石狮子底下给你们进行实时的跟踪报道。大家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让一下。来，这位先生，下来。好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我呢是市局刑侦支队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专案组，正在全力的调查这个案子。如果有线索，请及时和我们联系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怎么没早点告诉我？
告诉你，有用吗？1年有8个月见不着人，指望你掏钱，还是指望你回来伺候他？过年以后发现的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？高峰，你爸他死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是养父。你不说我来说。从今往后，你不想回来就别回来。我有退休金，我能养活我自己。以后你也不用往家寄钱了，那些钱你自己留着用。你也不喜欢待在这个家里。以后你那些什么登山啊、徒步啊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只要不要搞到让我去给你收尸就行。妈，是养母。等到我老的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就去养老院。我就当我这么多年我白。你们爷俩也就这样。我暂时不走了。等妈老头这事儿也不走了。回头我给您约个体检。养老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忙完了，帮你付了3个月房租，把账清了。先赊着，下个月从工资里扣。你这不是差个张串的吗？我来。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干2个月，钱攒够了，又去游山玩水，我找谁要钱？真话，暂时不走了。高峰，咱俩现在没关系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老头的死有点不对劲儿。你有病啊！大晚上考我，找你有事儿。家里去了吗？去了。没见着你啊？以前不是天天往老头那排档跑吗？说他炒的菜有家味儿。老头喊你声干儿子，不见你尽孝啊。你呀，没事别老往外跑，多陪陪你妈。老头不是病死的，对吗？
我呀，得把你收拾得利索点儿，省得你去跟阎王爷告状，说你有个懒婆娘。口是高大华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已经排除刑事案件了。高大华怎么死的？别一嘴一高大华，一嘴一高大华的。高大华谁啊？人刚走，你闹腾什么啊？不对，高大华要真是病死的，你不会跟我扯这些。这里边真有事儿。我们有纪律。行，那我自己查。查个屁！你真把自己当辅警了？老婆，你站着，站着。高峰，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，你查，真是为了关心高叔吗？你听句劝，人走了，该翻篇了。家里缺个男人，没事别老往外飘了。有话直说。老头到底怎么死的？嫌病死不够报应是吧？您别糊弄我，你知道我什么性格？癌症病人到最后有多疼，疼得不像人。你要不信，你再进去看看，他把墙皮都抠掉了，最后是喝百草枯死的。我平常睡觉前，就那天吃了一片安定。不过高峰啊，我听你能自己把这话问出来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最起码证明在你心里，对他还有点感情。老头子爱喝酒，喝完了酒就不像人，他打你骂你，也伤过你。他人已经不在了，他没说的话我告诉你。你当年考警校，他死活不让。他说，你是想借公职找你亲爸亲妈，心术不正，不配当警察。你把户口本藏起来了是吧？高大华，你又想糊弄我是吧？松手！只要活着，你就别想考警校，你也别想当警察。别弄这些没用的。你是想借着警察的身份找你亲爹亲妈，是不是？是怕我当了警察查你吗？你混蛋！知道我妈的下落却一直瞒着我，你混蛋！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他跟苏明是怎么认识的。苏明的亲爸妈就是警察，是被人弄死在他的大排档前面的。你爸就想让你平平安安的，有错吗？说自杀死不好听，你爸这一辈子，除了他脾气不好，心术还算正。我也没求过你什么，你但凡给我点面子，你他自杀这个事你帮我捂住，就跟别人说他是病死的，行吗？他是把你拉扯大的人，你有点良心，你好好送他走行吗？
孤儿的一辈子有3个生日，第一个是别人定的，高大华给我定的，说是抱我回来那天。这个生日，我从来没信过。养父说，我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，但是长大之后，我记得一种曲调。我确信这是我生母的声音。人最早能记得2、3岁时候的事儿。养父说这都是我的幻想。我看啊，你比我适合干这个。又想劝我干这个？你不能天天老这么飘着，总得找个合适的工作。我找过呀，我考过警校啊。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个正经工作，当你好儿子，行吗？不要整天听外头那些人瞎说。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5岁那年，我说要去找我亲妈，你把我打了一顿。你喝多了，酒后在那儿嘟囔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什么都不记得呀？你说我妈受那么多苦才生下我，如果我是你捡来的弃婴，你怎么知道我妈受了什么苦啊？你自己欺人了一辈子，然后你想让我这辈子也这么过吗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老子！养父而已。他其实不聪明，有时会说漏嘴，所以我确定他在骗我。第2个生日，官儿自己定的，我给我的是4月1号。这个生日，我用来提醒自己，我被骗了。第3个生日，是孤儿真正的生日，这是我是谁的问题。我是谁，是我找了30年的谜题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。你是高峰吧？高大华是你爸对吗？你谁啊？警察不让我讲，我觉得你该知道，你爸不是病死的。有没有点公德心？音乐放这么大。高大华的死就是有问题，是自杀，但不是因病自杀。给说说呗，怎么想的？说的是因故，不是因病，时间也不对。如果是因病自杀的话，查不了3天。那姑娘说警察找过她，如果是因为高大华受不了疼，不会牵涉到别人。我问过宋斌，今天又问了老太太，她那套词儿就跟提前编好了一样，就等着糊弄我。宋斌见过我之后，立刻打给他了。我看了他手机。这里边有事儿，所有人都瞒着我。这装修那会儿，咱俩还处着。
我以为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，没想到你还挺在意你养父的。我在意的是他心里藏着我想知道的答案。他死得这么不正常，肯定跟我有关。他是逃避、害怕，还是什么？有在意的人，蛮好的。我说这些你可能不理解，你是我爹妈的人。有的不一定在意，在意的不一定有。傻小子，咱们就像一家人。叔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以后还要常来，叔给你做好吃的。到哪儿了？西藏还是青海啊？儿子下个月回家了，天冷了，你的毛衣和羽绒服洗好了。人皆问一句为什么就不能编起了所有话无忧，是不甘切错了又再错。一个人是谁中的最近跟你也不如前了，大概的不想做了。你都快30了，能不能有个世界上不务正业，凭什么？一回眸，谁不是敷衍赴死磕，在动人之处是哭声为何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昨天晚上守灵4个人，就你一个人，鬼鬼祟祟的，一个人心神不宁的，在那想什么呢？东子，你别糊弄我。关于柯探花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星期一，狮子巷炸开那天，第一个群里说晦气，都休息。中午的时候，高叔给我打了个电话。高叔，今天死人了，多乱呐！别出门了。松江花园，干嘛去？高叔，是不是约了哪个老太太跳广场舞呀？东子，啊，以后来店里吃饭啊，多给你加份牛肉。行嘞，高叔。到了松江花园，高叔就下车了。
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还有那边那个看那个相亲来的叔阿姨们，你们过来一块儿。大爷，谁给叫齐了？来，一起过来看一眼。有偿寻找，就此寻找，好的就有。欢迎大家提供线索。高大华，高大华，不认识。你们有没有？他的班子你都知道，打听一下。是有钱的啊，是有钱的。看他有钱的，仔细看一看，你好好想一想啊。看一看，有整体的结构。你想累死我？昨天，老爸喝多了，下手重了点。以后你怎么找爹妈，我不管。别一个人往外跑。 外边人贩子多，你妈受那么多苦才生下你，你可别让人拐跑了，听到没？到底在查什么？高峰，回家送送你爸，你妈有话跟你说。高大华有个小三儿，我也是前几个月才知道的。出事前几天，他给了他10万块钱，这钱是他最后一期化疗的钱，后面这个回执上都写得很清楚，怀疑那个女的是个骗子。 都是被骗钱的事呢，警察会管，你放心吧。好了，叫东东他们进来，送你爸走。
他妈糊弄我是吧？高大华在灶台上趴了一辈子，他能有小三儿？高峰，您这代人面子看得比天大，小三儿这种谎都撒出来了，到底有什么事儿非瞒着我不可啊？只能说明跟我有关系是吗？高峰，这女的是我亲妈，对不对？我妈来找我了是吗？我妈来找我了是吗？他死了啊！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吗？我跟关系他怎么死的？他在怕什么？连死法都瞒着我！混蛋你！阿姨，你出去吧，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个生你的人，他要你了吗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在你的心里，他就那么好，一点错都没有吗？高峰，好好的送你爸走，行不行？让我单独跟他说两句，行吗？老头子，咱们不对付了半辈子，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希望我能有一次当着亲朋好友，痛痛快快、敞敞亮亮的喊你一声爸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喊不出来。你是辛辛苦苦工作养我长大，但你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，不肯回答我的怀疑？这养恩，其实我也没机会报了。最后一程，还是得送你，老头儿。走。喝百草苦死的，不是的。但他人问起来，你就说他是病死的。我觉得你得知道。狗叔被骗钱的事儿，警察会管。他不让我讲。这里边知道不道德，说出去挺不光彩。你查，真是为了关心高叔吗？人走了，该翻篇了。这辆车一直停在松江公园，
没挪过吧？没有。如果我想的没错，咱们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真的？李文，高叔的情人来过了？是不是情人不知道，反正他一直跟着我。所以说，你让我在花园吆喝，其实就是个幌子呀。峰哥，你这太……安静点。你看这个，松江花园停车费这么贵，迪哥会在这儿休息吗？不会啊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哥，就是这个车，就是这个车，对，这样。人呢？人下去了，让我故意溜你呢，不然你以为你能追得上我？人长什么样的？在哪儿下的车？人给我钱了，我得闭嘴。哦，不过那人说了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儿呢，就在石狮子巷那儿。小时候，我听过很多关于石狮子的传说。有的说，石狮子里面能听到高考作文题；有的说，能听到彩票中奖号码；还有的说，能听到死去的人回来传话。这都是人心，这里面装的，也许还有我想要的答案。再度自循环，无尽的夜晚，迷雾中狂奔的我，无法置身风雨外。他们在期待，希望我释怀，无数会在空荡，就不经意掩埋。让你陪赵叔叔说话，准备好红印了。吴大注册会计师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是不是找这个？哎呀，CPA，一年过6门，真不错，全国也没几个吧？丫头，厉害。
随你。我学历低，是社会大学毕业的，不像你们，都是上了名校。好啦，找好地方准备拍照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老吴，我想跟你拍个照。我叫吴菲菲，客观上来说，我家境不错。在我的圈子里，年轻人分为2种，一种是坑爹的，还有一种是靠谱的。这种人享受考试，享受提升，享受现代社会中的挑战，然后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。我一直以为我是第2种，直到刚刚。我杀了一个女人。怎么了？走吧，出事了。一切的根源是一盘没熟的炸黄鱼。赵强叔叔是我们蓬莱集团的大股东，他在一家农家乐吃了没熟透的炸黄鱼，引发了旧疾，去世了。赵叔膝下无子，他名下的股份归属成了难题，而我们希望赵叔的遗孀李玲能和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他不得听吴总的？李玲没有权利继承股份，是他以后怎么办呀？他的智慧与勇气，他才不会来。砥砺前行，他的拼搏与付出，全就成了众矢之的了。吴总，姐，顺便。姐，姐，昨天晚上刘副总来过，说今天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不来了。下面有请集团董事长吴国豪先生致辞。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我的长辈，按道理是轮不到我在这儿说话的，但是赵叔突然走了，我爸爸非常难过。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应该非常难过，毕竟是一起流血流汗为蓬莱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兄弟家人。诸位再有话要说，也应该给董事长留一份薄面吧。如果大家想聊，那我们今天就聊。都说说吧，打算怎么分老赵的股份呀？刘副总，要不您先说说吧。
让他们去争。我和你赵叔，到最后也没领证。要是领了证，还能帮上你爸一把。现在搞得你们和我一样，名不正，言不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帮助你爸爸？我知道。刘叔呢？叫他备车去医院，你爸爸晕倒了，快！醒了。我是这么摔倒的，丑不丑啊？我看你是没事儿。哎，没事喽。行，那我说正事儿啊。李林和赵强没领证，所以李林呢是不可能得到股份的。赵强也没有其他的继承人，他的股份就会在股东大会上做一个购买转让。明叔打听到了，刘斌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安排好了赔信和钱，但是他想走到最后一步，他还需要所有股东们的决议同意。而这些股东们当中，只有何明丽和高林是你的人，刘斌是很好去挑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得到的是许叔叔的那些老手下们的支持。挺好，你考虑的挺周全的。现在是该把公司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而我，我要和许志阳结婚。马上。那你爱他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帮助你爸爸？如果是因为爱，你们俩结婚组成家庭，爸爸支持；如果是因为公司利益，你们才去结婚。进。你说，股东大会定了，是明天下午。刘叔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听说您掼蛋打得不错，是吗？那我能这么理解了，您做过我父亲的秘书，这个是您手里最大的牌。我从小养在吴家，这个是吴家妇女最大的牌，所以您要跟我组对子。小杨总聪明，掼蛋其实最大的秘诀啊，就是配合，不能各出各的牌，各唱各的调。你真的确定吴家妇女
跟你永远一条心。小杨，蓬莱上一辈姓徐，中间被别人霸占了，今后还是应该姓徐，接着当吴家的王老太子，还是堂堂正正的当蓬莱的小徐总，干一番事业。你自己拿主意哦。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如下：理事徐志阳接受总经理赵强股份。徐志阳，咱们结婚吧。我好像是到最近才意识到，我们俩好像是从小就奔着结婚去的。那既然到了现在这个节点，应该就是我们结婚最好的时机了吧？那你这不是来谈结婚的，这是来谈生意的呀。谈生意怎么了？你就把结婚当生意谈呗。生意人多好啊！生意人守规矩，讲信用。做生意的话，对买卖双方都有利。菲菲，咱们的婚姻能纯粹点吗？纯粹的婚姻，纯粹的自由。我希望我能占一样。麻烦菲菲，结果状告吴总，嘱托他好好养病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麻烦稍等一下。能看出来，大家都很意外，是吧？的确，意料之外，但情理之中。蓬莱这么多年，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很多的问题，但其实归根结底，不过是姓徐还是姓吴的问题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啊不，从此刻开始，这个问题不存在了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了。大家可以鼓掌，谢谢。自打我爸去世之后，我就一直生活在你们家，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咱们俩就要戴着联姻的帽子相处了。是我应该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放心，我和我爸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把你当一个傀儡太子。如果你还是有顾虑的话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婚前协议。有句话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再变。未来长着呢，我们信华集团的事儿平了。咱们俩的感情，以后慢慢解决好。如果是因为爱，你们俩结婚组成家庭，爸爸支持。如果是因为公司利益，你们才去结婚，我宁可不要那个股权。这可是我丫头的下半辈子呀！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吗？
自打有手机以来，我的密码一直都是你的手里。我想让所有来参加婚礼结过婚的人，还想再结一次婚。我爱你，我想跟你结婚。我不敢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，但是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对你好。谢谢你，大高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我从小就喊你大高，别人说只有哥们儿之间才会这么喊，但我喊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时刻都会在我身边，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在。王丹是吧？道喜了。该叫你什么呢？继续叫您吴小姐，还是改口叫许太太？20万，拿钱走人，离开冰川。大小姐脑回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哈。这个包也得值个几万块钱，你说你，还不如拿个垃圾袋直接装30万给我。能用钱解决，我为什么要费别的心思呢？我是诚心诚意来给你看的。我知道你挺着急用钱的，那何必不现实一点呢？30万还是50万，我都可以啊。但我要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，否则我保证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吗？哎呀，如果这些视频一不小心发上网，哎，你说什么时间里的事呢？你婚礼那天会不会上热搜啊？敲诈勒索！我敲诈勒索什么了？我还什么条件都没提呢。什么条件？我也可以是徐太太。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吧？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找个人睡觉而已，懂吗？但他一直和一个女人睡觉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有个好爹，那你只是会投胎而已。是，现在徐志阳对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真心对他，他能抱着我哭，跟我说上几句真心话。我还知道，你们蓬莱集团原来姓徐，不姓武。这些他跟你说过吗？他敢提吗？大小姐，他也是为了公司才跟你结婚，你身子那点吸引力还远不如我呢。要是我的事爆料出去，你失去的是爱情呢？面子呢，还是公司形象呢？又或者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都没有。男人啊，他不会永远当你的跟屁虫。贱人！
一切的根源，不是没熟透的翟黄鱼，是还没熟透的我自己。哎，大家都在家等着你呢。李玲还送来了河豚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原地别动，我叫明叔来找你。没事了，我马上回家。学姐，你跟小杨这婚事啊，你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好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白姐她不了解呀，不光是整个集团，整个冰川，那多少双眼睛看着呢，所以一定要处理好，要稳妥，否则集团也会因此受影响。我有个闺蜜告诉我，有个叫路卡德的人说过，犯罪过程必然伴随着物质交换。这里也够偏，没人，旁边也没有监控。
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见过王丹？啊？你去见他干嘛呀？我帮你断了。你不知道，他手里有我的视频。我知道。他还给我看了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菲菲，王丹是我的问题，我保证我跟他断干净。这件事让我来处理，行吗？求你了。居然我还能相信你的。是，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生气，回头你随便冲我保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但是现在我们要站在一起啊！你让我跟他见一面，行吗？你还要见他？你舍不得他？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了？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他这种人，你把他惹急了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他是哪种人啊？就你最了解是吧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帮你断干净了，你还要见他？这回你不想见了是吗？啊？菲菲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什么感情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的。但你从来没给过我回应。我说实话，我从来就没奢望过最后咱们俩能在一起。我知道王丹他虚荣，他俗气，他抓住个男人就死活不撒手，这些我都清楚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他给过我的，是你一直不肯给的。你问我这婚是不是不想结了？我怎么可能不想结呢？你不知道那天你跟我说结婚的时候我有多开心，但我又心虚，我不敢结，都怪我自己惹了麻烦。我必须见到王丹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得跟王丹当面断得干干净净的。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那咱们的婚期只能推迟了。你爸的股份暂时也别转了。怎么了，丫头？遇到事儿了？啊？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我都看出你跑神儿了。遇到事儿呢，自己能解决，能处理，这叫能力。自己解决不了，找朋友，那叫本事。朋友解决不了，找老爸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亲情。你老爸还比你老呢吧？啊？是。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冷静一下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随便你，反正你那些破事儿别让我爸知道就行。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对不起。兰姐，小云，不穿个外套不冷啊？不冷。兰姐，出去啊？啊。
人呢？半个月之前就回老家了，房租还没给我呢。半个月。你也看了，这儿没人。兰姐，我也不跟你兜圈了。你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包租婆，但你的公寓呢，只租给单身女性。她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清楚。你清楚？那你这是深入虎穴呀！我是房东，他们是租客，我只管挣钱，他们干什么的关我屁事儿。宵夜快餐，上门服务。这个电话我们查了，是在你弟弟你们家的，一共有6辆车。你弟弟呢，就每天晚上负责接送这些女孩回你这儿，他们赚的钱入你的账。你这房东说是不管门里的事儿，倒是闭着眼开几扇门就把钱赚了。你们做的事儿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这个王丹跟你们家有多大的事儿啊？费这么大劲查他，至于？我没想为难你，兰姐，我就是想知道他在哪儿。3年前，他就租了我的房子，我呢也从来没有给他涨过房租，就算做好事吧。主要是他人还不错，我俩处成姐们了。还有，就这孩子吧，也太可怜了。多可怜啊！成天在垃圾堆里翻男人，他能不可怜吗？他之前吧遇到一个小银行的副行长，说是要离婚，结果她怀了孕，把他也打了，人家也是给了点钱就跑了。再后来遇到个开货运的老板，说他单身，我还以为他俩要修成正果呢，结果人家老婆来了，带了一帮人，把王丹的肋骨都打断2根。再后来就你们家那位，我还觉得王丹命挺好。兰姐，这些事儿都跟我没关系，我要知道是他现在在哪儿。你真是吃着灯草灰，放着轻巧皮。这套在我这儿不管用，买王丹消失的人已经给过钱。我是个讲规矩的人，你们这些在岸上走的人啊，永远不知道在水里翻身有多难。你们这些人上人把王丹当什么？他以为抓着了救命稻草，最后还是被你们这些人啊当了口吐沫吐了。就算这样，我也赌他能再翻回来。你休想从我这儿知道王丹的半点消息。喂，小姐，已经查到王丹在哪儿了。为什么瞒我？说话，耍我很好玩是吗？
遇到事儿了，自己能解决、能处理，这叫能力；自己解决不了，找朋友，那叫本事；朋友解决不了，找老爸，这叫经济。你老爸还不老呢。粉身碎骨又怎么样？总要有机会吧。你是高峰吧？警察不让我讲，我觉得你该知道，你爸不是病死的。说吧，为什么找我？你都知道什么？跟那个遛我的人什么关系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叔叔死得不明不白的，警察来了，我才知道叔叔的名字，我一直很难受。那天我想去找找他的家人，就这样。你爸死了，你一点不难过吗？是养父。那你帮我多管一些事儿好。等等，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？雕像被撞开的那天，你爸就坐在这儿，他好像在等人，但是那人没来。后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有点急了。等什么人？我没听清，好像是个女的。过了2天，警察来了，问我那天发生了什么，我才知道，叔叔他，警察不让我对外讲，但是我觉得，作为家里人，总应该引起点注意吧。你别想多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有关系。我要是多问一句就好了。那天，叔叔在这哭了，我第一次见一个老年人哭得这么伤心。我看书上说，习惯是骗不了人的，即使是领养的，你们关系也很好吧？那天，叔叔一个人在这想事儿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动作。我叫高峰，一个孤儿。孤儿不一定是一个结果，一个句号，也有可能是一个问号，是不知道寻找谁的寻找，不知道牵挂谁的牵挂，是看到任何寻亲案都感同身受的痛苦，是把所有悲剧往自己身上联想的暴躁。
在找到答案之前，我选择做孤儿。美女，到你。谢谢。没事。啊，再见啊。你好，我去哪儿啊？你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能存多久？上周老头走了那天，记录还在吗？不是峰哥，我真没骗你，我真的只在这高速去过松江花园。我知道，还得多查几个的哥，看看他坐过谁的车，去了哪儿。峰哥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算我帮你一天车行吗？不是哥，你别逗我，你哪来的钱啊？哥，到了。扯淡！松江花园哪那么快到？快点开！哥，真的到了。别乱！是我让东子带你来的。公墓在 C 区第7排。等下你跟我去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我不管你在外面搞什么事儿，老高家的规矩不能坏。坐下来吃饭吧。你一个大忙人，不敢耽误你太长时间。他找到我妈了，对吗？他让您发毒誓瞒着的就这件事儿，对吗？我从小我都能感觉到，老头特别害怕我找我父母。我看过的领养证明公章是假的。是，有一段时间我是不找了，总往外跑。因为老头还在的时候，我怕伤了感情。但是现在，老头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瞒着我？为什么您跟宋民都这样？行，您要是不愿意说的话，我也不会为难。往后我要找了，你也别拦着。你出去。出去。你不配吃我们老高家的饭。从骨科和牙科扩大排查范围，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分头做吧。跟我，不用跟。这家里就够乱，回家陪你妈去。什么情况，师傅？这人谁啊？上车。苏民，能聊会儿吗？我也实在不知道还能找谁了。9点整从咖啡厅离开，9点19分到达人民医院，取消了下个月的化疗。10点38分到农业银行取出300块现金，其他的钱转到张金卡上。11点20到5一路菜市场买菜，重头是花270块钱，买了4斤上等的内蒙牛肉。12点50分到老城农贸市场，花22块钱托熟人搞到1/4瓶百草枯，然后就去了松江花园，最后回到老房单元楼。所以说，在这些时间点里边，这个还有这2处地方是重点。高大华在这2处见的人里边，很可能有我生人。
你听了吗？悟了。但是高叔的事儿，于公来说，他不是刑事案件，不归我管，这是纪律。于私，尊重高叔的遗愿，有些话不能跟你说，这是情分。行，苏明，送别。和高叔认识，我就坐在那儿。那年我8岁，我和我亲生的父母来滨川旅游。可以呀，你小子啊！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多吃米饭长大个儿。辣子鸡来喽！我记得当时菜就上了个辣子鸡，我爸正说着，咬了一嘴花椒的时候，突然间又冲出来2个带刀的人。干嘛？来！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广州打工，后来追悼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们是缉毒警，来滨川是为了陪我过个暑假。这些高叔跟你讲过吧？不让你考警校的时候，他们走了之后，偷偷的来过几回。我记着有一回快打烊了，高叔用剩下的鸡汤给我做了一碗面。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。后来我调到滨川，也就是为了高叔的这口面。现在人没了，吃不到了。是，咱俩都是孤儿，但是你最起码记得你爸妈的样子，记得他们跟你说过什么话，记得他们跟你吃的最后一顿饭。我呢，我脑子里只有我妈那些破歌，连我妈是扔了我还是被偷了孩子我都不知道。我小时候没完没了的瞎找，后来长大了想当警察，想考警校，高道哈不让。民政局寻亲网站我也登记了，我就把自己 DNA 留下，我就想着哪天谁出了什么事儿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亲戚？啊，最起码让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。苏面，咱们这些孤儿，就好像雨水，最后可能都是落在同一片烂泥地里。但我就想知道我是从哪片云上飘下来的，可以吗？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自由。回去吧，陪陪你妈，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。我跟老太太说了，别掺和我的事儿。找你啊，找我。高峰，你这么纠缠有劲吗？那咱俩换啊！我当烈士子女，你被所有人糊弄。你，高峰，你给我站着！为了所谓的真相和一个从未见过的生母，你真的不惜伤害到身边的人吗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高叔最后去的松江花园，是为了你。
那天在松江花园，高大华见的那个人是你，是吗？我请你给我当间谍，有半年了吧？这臭小子又飘出去了。这回啥时候回来呀？叔叔，其实我和高峰真的没关系。小炒肉，红烧牛肉，还是老样子。等他回来，要是没坏，我蹭他外卖去。是给你的。叔叔，我要离开滨城一段时间。高峰那儿，你多陪一陪，一起开酒吧，一起租房。在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早该结婚了。没想瞒你，但高叔都怕你知道难受，我也是。那天高叔临时叫我出去，又说那些话，我也是的，应该多留个心眼。行，你们都心疼老爷子，就我一个混蛋，对吧？那麻烦各位，以后别管这个混蛋的事儿了，行吗？去查吧，不查完，心不定。成天在外面飘，哪天被熊吃了都不知道。咱俩现在是雇佣关系，你死外头，我得赔。车还在老地方，油钱自付。到点了回来上班。按什么呀？你要着急，按个翅膀你飞过去呀你！傻了吧唧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们平时也不这样。哎呀，咱们这个滨川人还是蛮有素质的。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很多年，我也是滨川人。原来是。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你真的不找警察了？警察早就在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孩子自己想查，他想知道他是谁。就够了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高峰，
样吗？门口暂停营业的牌子看不到啊？上楼吃火锅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情况好就当是给你庆祝，想说不说随便你啊。高大华找到我妈了，老头的遗物，老太太给藏起来了。除了这张照片，其中还有老头的手机，密码是他给我定的生日，手机里有个号码，他临死前一直在打。你怎么能确定这是你亲妈？这是我生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照片上面有咖啡渍，老头带着他去过咖啡厅，他最后就是在等我妈。高大华一直到临死之前都还在找他，可他就是不让我见他。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总喜欢往外跑吗？以前老太太带我去看过一个刚生孩子的阿姨，我好奇，我就问她，那一排保温箱里的孩子，你是怎么认出哪个是自己的？她告诉我，不是靠看的，是靠闻的。妈妈靠近孩子的时候，能闻到自己孩子身上一种奶乎乎的、甜甜的、血亲的味道。这味道我在滨川这么多年一次没闻到过。最接近的一次呢，是去了西藏，我就迷上这味儿了。后来没事儿就往外面跑。现在就在勉强，为什么不找？如果真的像你猜的那样，那手机里面应该有你妈妈的电话记录。你不敢？如果就在滨川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见我。他还给我送了生日蛋糕，可是高峰，其实你这么纠结，让我羡慕。我到现在都能清楚记得我离开家的那一天，我爸妈正在陪我弟弟玩，用后脑勺对着我，像对一条狗说话一样，说就算我要离开，也要把都掏干净了再走。我连纠结的机会都没有。10年了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迷茫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一点犹豫都没有。现在你妈躲着你，也许是因为她也在内疚，在害怕。但是高峰，后面的每一天，我都无比的庆幸。庆幸自己迈过了那一关，现在是你的关，穿过去，或许就是黎明。别害怕。妈，我不是。那你是谁？你就可以找到他。坐车的声音。
我已经在车站了。哎，干嘛呢，诺妈？用不用吧？保安呢？不好意思，很熟嘛。喂，出事了。干嘛了？找苏敏，找苏敏。为什么老头知道死，也不让我找到我妈？我妈就那么让你们害怕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头临死前见的那个人就是他，对吧？您今天要找的也是他，对吗？准备那么多钱，是想让他闭嘴是吗？等我打完吊瓶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。我累了。这是在你襁褓里的，跟你和那个圆球一起。老头查出病来以后，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非说要替你找。我嫌他疯，把家里的网线都给掐了，他自己跑去外面，在网吧里面还继续偷偷摸摸的找。我的身世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他怕你承受不了。孤儿大多数是没人要的，查出来万一结果不好，就不告诉你了。不是的，他来找我了。要是真的，老头也就不至于死了。假的，诈骗，我们被骗过很多回了。这次要的钱是最多的，10万。他所有化疗的钱，加上我一个定期。高峰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肯定会刨根问底。所以老头走了以后，我就不停地给骗子打电话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钱我可以不要，命也不用他偿。我就是想找到他，让他跟你说清楚，老头是怎么死的。一直到昨天，他回了我电话，跟我约了地方见面，说要单独谈谈。这是你男人给我的钱，我一分没动。别拿出去！你别走！这钱我抢回来一点儿，完了你点点，还差多少？剩下的就让警察去查吧。这些钱是你的，就算是我们高家给你留的最后的一点家底。话我都说完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想，他为什么要让我发毒誓？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瞒着你？直到昨天闹起来的时候，我一瞬间明白了。我那时候想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我也不会让你知道。你要是知道我们2个都是为了你丧的命，你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你比别的孩子敏感，你会自责。你跟老头真的太像了，都是煮熟了的鸭子，嘴还硬。
嘴上说着不为对方好，心里偏偏又挂记着对方。这手机，你一直在打这个骗子的电话，但是你没看这里面有老头子给你留的一段视频，你找找。儿子，你爱吃的红烧肉，我今天教会你。一遍要学不会的，你就多读几遍，反复看一看，你就学会了。还有这肉啊，51市场的那个大夹道。开始了啊，看好步骤啊。要稍微过一下，香味儿出来了，闻到没有？老爸呀，真的很想给你当一个好爸爸。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你说咱这2个人啊，别扭了一辈子，到最后啊，还别扭着。要是有下辈子，要是有下辈子，咱都变变啊！以后啊，别老往外跑了，回家陪陪你妈。她这一辈子啊，不容易啊。这是我照着做的，颜色还是不太好，你试着尝尝。儿子，你爱吃的红烧肉，我今天教会你，一遍要学不会的，你就多读几遍，反复看一看，你就学会了。是我们不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不该对你藏着掖着的。其实话说开了就好了。老头子说，燕窝呀，要深一点儿。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宽的，不能越走越窄。等你漂累了，记着在冰川里还有一个的家。这儿的床铺永远都替你铺着，被子也一直晒的。红烧肉和眼泪混合的咸味，衣服上晒过的洗衣粉的味道，房间里樟脑丸和木尘的味道，混起来，这就是属于我的家的味道。谁呀？干嘛呀？这么早？你生母照片在哪儿？我放弃了，不找了。在哪儿？高峰，现在边川市公安局1009案件专案组依法向你进行告知，后续我们可能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根据你曾经在寻亲网站登记并捐献过骨髓的记录，我们进行了对比。蓬莱广场石狮像下的尸骨身份已经确认了，是你生物医学的母亲。阿姨，您看看，您见到的人是他吗？你男人给我的钱，我一分没动，你都拿回去。是诈骗也好，不是诈骗也罢，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别拉我儿子下水啊！劝你一句，别管了，你拦不住的。你儿子身上的事很大。
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哎呀，干什么呢？你不能走！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他当时戴着帽子和口罩，看不太清楚。那您看一下监控拍下的画面，这个人他的衣着状态，是他吗？阿姨是这样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们怀疑诈骗您爱人高大华的人不是简单的诈骗犯，有点像，就是记不太清楚。有点像是哪方面像？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。阿姨，麻烦您仔细回忆一下，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您好，您仔细。差不多行了。她就是一普通老太太，遇到这么大事儿，一时想不起来很正常。她又不是嫌疑人。其实这个人，我可能也见过。就是他。以前常吃的，您尝尝。哎，儿子，公安那边，妈谢谢你啊。说你这狗鼻子还真灵。你跟你爸现在尝，放一点点，再多放一点辣椒就行了。我本来还以为你跟我们没什么情感呢，挺好。这么看来，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。您喊老头知道我生母她是怎么死的吗？我妈埋在那个雕像里边，老头临死之前去了蓬莱广场，这些都太巧了。当初把你抱回来，是你爸去办的手续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其他呢？中间人没有。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爸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呀。我这一辈子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的性格你不知道吗？行，当我没问。咱吃饭吧。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不说开了，你能吃进去吗？我信您。那你信你爸吗？你信不信？不说了。我听你说，你怀疑你爸，你怀疑你爸跟你亲妈的死有关是吗？你怀疑我们都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妈，咱吃饭吧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把东西都拿给你看，我的结婚证，你的领养证。我的退休证我都找给你看，还有我工作之前我还有2份政审报告。不用。你爸还有一个电话本，那上面记着他所有喝酒的酒友、打牌的牌友，你挨个打电话，你去问问，你爸是个什么人？你伤哪儿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儿子，
你亲妈那是命案，是命案，知道吗？命案水很深的，你让警察去查吧，回家吧，我和儿子回家。等我查完了，我就回家。蓬莱广场石狮巷内，2018年10月9日，无名女尸。我一直在找我真正的生日，我想知道我是谁。我想过无数种答案，想过无数种与母亲见面的场景，在四川的雪山，在陕西的旷野，在鼓浪屿的海边，我唯独没有想到过这种答案。20多年了，你冷不冷啊？我是谁，快要有答案了。我找到了我的生母，或者说，她找到了我。为什么瞒我？你说话，说我很好玩是吗？菲菲，别怪你爸，我是担心你处理不好眼前的这些事情，我才悄悄跟着你。我爸让你做什么你都做，是不是？你说。你爸把他安置到这家医院，是怕他醒后闹事儿。这儿的院长也是集团出来的，都是老朋友，处理事情也比较方便。我们打点王丹周边的那些人，又要摆平王丹的那些事儿。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最好的婚礼。为我好，为我好就把我当猴耍是吧？菲菲，你爸做什么都是为了你。跟他好好聊一聊。王丹的笔记，你认得吧？小1个月前，你跟王丹说不再见面了，他来找我和菲菲了一次。写下了这个保证书，说拿够了钱了。就离开冰川。哎呀，见面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发生点争执，这王丹的手机就给摔了。这傻丫头啊，她就偷偷的把这个手机给拿回来了，想着修复了以后，来偷看你们的聊天记录。那他这种人嘛，拿了钱，那肯定离开了。事情都给你摆平了，你还有什么需求啊？好，外人的事情说完了，咱们来说家事。小杨，我们对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？你们对我很好啊。实话？实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还对我们有所保留啊？就像刘冰他们说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就像块招牌，我就像曹孟德。我再怎么注意，你再怎么懂事儿，难免还是会有风言风语，难免还是会有隔阂。不然一个女人也搅不起那么大的浪。您别说了，这事是我输什么输？叫爸。我这个人做事情，历来是看本质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明白。
股份我找曹律师尽快转回来。还是没有抓住本质。你们还真以为是为了赵强那点股份逼着你们结婚呢？反了，我还要感谢这次股份事件呢。你们终于可以结婚了，这也是我一直期盼的。股份呢，你留着，将来在家里，在集团说话都硬气些。哎呀，小杨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呀，是有深厚感情的。那钱的事情可以处理，政商关系可以处理，男人那点事儿也可以处理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小杨，你爱菲菲吗？爱。菲菲，你爱小杨吗？哎，来，手给我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你们两个，从此以后，谁都不许再耍小性子。做丈夫的要关爱，做妻子要宽容，好好的生活啊。你知道不知道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有多危险呀？幸好是受伤了，那要是嗝屁了，那是多大的事儿！你看看那愁眉苦脸的，你再愁眉苦脸，那倒霉事儿就追着你屁股后面来了。我要是你呀，就找个庙去拜拜去了，烧烧香。你跟我说想死，锻炼我。不光是锻炼，也让你吸取教训，让你以后做事儿啊，不要那么逞能了。知道。老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逞能吗？为什么呀？就能够见证你的美好时刻。你现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我们那代人能闯出来，要有胆子和手腕。所谓攻城容易，守城难。不过我看好你，因为你身上流的是我老吴的血，还有你这个强悍的妈。哎呀，我答应过你妈妈，
要把我们的公主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嫁出去。像咱们这样的人结婚，也是要演给别人看的。哎，趁现在没人，许个愿吧。和每年生日一样，结婚这次，我许了一个一样的愿望。老吴慢点变老，我快点长大。婚礼呢，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办，低调一点。咱们那些老朋友、老领导们在里边的包房摆几桌就行了，大厅呢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办。媒体要注意，不能请，也不能进来。现在啊，能多低调多低调。这些事儿啊，都是菲菲自己操办的。菲菲长大了，她能处理好的。趁咱们现在能帮得动，多帮帮呗。等到以后帮不动了，那就看他们自己的福分吧。对，蓬莱广场是我们蓬莱集团的项目。吴小姐，认识她吗？10月9日，这个女人开着车撞毁了蓬莱广场的石狮像，当场死亡。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，只有一个闺蜜一针见血地说过我是个孤独的人。当时我说你放屁，直到我婚礼前的这一刻，我才知道闺蜜是对的。我要结婚了，我该不该去？这种时候我只打给你一个人，我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说。你能不能就当做我在掷硬币，跟我说点什么？我以为自己把利益与情感分得很清，在这一团乱麻面前，我忽然犹豫了。
图，婚礼正常进行。聊聊吧，别到警察都查清楚了，咱们一家人还蒙在鼓里呢。王丹不是走了吗？为什么要瞒我呀？小杨，坐。我们说的跟现实情况呢是有一些出入的，这事怪我没办好，有一些毛糙。这样，婚礼的前几天，王丹找到菲菲，两人谈得很不愉快，结果发生了冲突。王丹摔了一跤，所以一直昏迷着。我后来到王丹的住处去打点他周边的关系。这是我在他床底下看到的，这是你和王丹的艳照，最重要的还有一本法律书。他就是想报复。也是我大意，没想到他醒了，结果出了那么多事情。林叔啊，把那些都烧了吧。好的，吴总。不对呀，就算是报复，他也应该来这儿啊。他去广场干什么呀？有一个事儿呢，一直没跟你们俩讲，是怕影响你们俩的心情。丫头那一推掉了王丹的一个孩子。医生为了保命，把他的子宫拆了。什么？你好好算算时间，应该不是你的。出这么大事儿，还让他们在这儿欢天喜地的办婚礼。一码归一码，这种人家结婚结的是脸面，下了大功夫。再说你又没证据。你怎么拦着人家？可是一个技巧，如果你想要查到东西，那就不能一上来就刺激对方的敌意。广场撞车，雕像底下藏尸体，这都是命案，警察会查清楚。但是王丹的伤瞒不住，大家可能都会受到牵连。与其3个人受牵连，不如1个人去。再说了，王丹这个事儿也不大，顶多算个意外伤害。我去。你去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刚出院。今天是你结婚大喜的日子呀，小杨，照顾好菲菲，照顾好家。一会儿曹律师和他的团队会上来给你们2个做培训。教你们怎么做，怎么说，怎么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。我去，爸，我去吧。你不能去，警察的办案流程我了解，咱们3个都要去配合调查的。我知道，但这个事儿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应该去。而且现在王丹不是重点了，这明显是冲我们集团来的。雕像里面有尸体，这也可能是冲我父亲徐鹏来的。反正不管冲谁吧，都应该我去。怎么样，穿这身行吧？显得不刻意。你放心，你进去拖点时间，我和我爸会把白骨的事情弄清楚的。就是刚结婚，就又要分开了。
别感情用事。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了再做，脑子要清清楚楚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走了。大哥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他不会回头的，只是做过培训，这点很重要。我知道。小杨这孩子挺爷们儿的，比他爸强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。你知道你丈夫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吗？徐志阳，除了自己承认的意外伤害和医疗控制，这雕像里的白骨到底怎么回事？徐志阳会怎么样？我丈夫会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先别激动。好了，停一下吧，你出去休息。菲菲啊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记住2点就行了。第一，你所有的行为是出自于对你丈夫的担忧；第二，你不想说了或者说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哭。情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其余一切有我们呢。进来。都办妥了。按照徐志阳的说法呢，他和王丹发生争执，撞了王丹，导致其受伤昏迷。随后，徐志阳控制住王丹，摘除其子宫。王丹醒来，策划报复，把尸骨撞出来。但是吴总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向您请教。既然王丹想要报复徐志阳，那他为什么不去撞婚礼现场，反倒是去撞蓬莱广场的石狮子雕像，竟然还撞出一具尸骨？他是怎么知道雕像里有这具尸骨的呢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呀，孟队。这个问题应该问徐志阳。志阳，你用情感纠纷把事件焦点移开，我们利用这几天时间搞清尸骨的来源和王丹的意图，拟个方案，尽快把你捞出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王丹的事我也认了，在我这儿顶多算是个情感纠纷吧。你知道雕像里有尸体吗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建广场的人是你爸徐鹏。那你把我爸挖出来，你问他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调查了您女儿突然宣布结婚的前因后果，发现和蓬莱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。这么多年，名义上呢是您在负责整个集团的经营管理，但实际上背后的老板依然是徐鹏负责。既然集团出了状况，您也明知道徐志阳他的私生活有问题，
但还是选择把您唯一的女儿嫁给他。我想知道，作为父亲，您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说，他们上一辈子就有恩怨，所以我爸现在要报复徐家人。小杨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管他跟菲菲结不结婚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私事，也是我们的家事。蓬莱广场雕像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我是真不知道呀。你确定不知道？我知道我会告诉王丹，就算我知道，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把尸体处理掉啊？我会等这件事东窗事发吗？我会等一个定时炸弹爆炸吗？你丈夫自首之后这几天，你和你爸在干什么？蓬莱的太子爷在婚礼上被警察当众带走，冰川就这么大，流言四起，总要花点功夫去处理这些事情吧。你家管家赵天明呢？他重要吗？这几天我们通过调查发现，赵天明并没有去过集团办公室，也没有管过蓬莱广场的资料，而是去了医院，王丹住院的地方。他试图删除一段监控录像。我呢，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商人，给员工打工，给企业打工，给社会打工。蓬莱能有今天，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要感谢这个时代。听说你爸前段时间复发昏迷过一次，糖尿病并发症，这和王丹有什么关系吗？表面上确实没有，但你爸这次昏迷是装的。你爸这次装病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老板家的姑娘特别爱吃这个，但她今天有点急事儿，我怕来不及，所以想给你换一换。这是我多买的卤肥肠。行。哎，兄弟。我要是你，老板的事儿没办妥，就不急着回去。给他们父女俩单独聊聊的空间。啊，您放心，饭菜我的人帮您送去了。陆小姐，你明说有点事耽误了。我们就在附近。你想聊聊，我随时。我手机给我。等会儿，雕像里的尸体你知道是吧？有些事情呢，水太深了，我跟志阳商量过了，你还是不要知道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这种杂事儿，我们来办就行了。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必须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雕像里的尸体呢，是一个工人家属，他刚好去工地出了意外，被那个石头砸了头。当时集团刚刚起步，你徐叔叔呢又借了一大笔高利贷，这个事情要爆开了，集团就完了。所以你徐叔叔呢就瞒着所有的人给工人放了个假，自己一个人把这事儿给做了。你当时都知道这个事儿吗？没有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那是条人命啊，爸。
那些事情你没经历过。我跟你徐叔叔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，都是被人被事推着往前走，没有回头路。提问。回答。吴国豪到现在都没动作，说明什么？他这人我还真有点看不懂。说明有一种可能性，王丹撞车跟吴国豪有关系，他在瞒着吴菲菲。那王丹醒来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在你们婚礼的前2天醒过来的，他跟我开条件，开的是非常的离谱。我要是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心情结婚呢？说点正事儿。警察还跟你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装病？警察说的话你也相信啊？他们是诈你的，当务之急。关键的是，知道尸体的位置，又让王丹去撞的人，他是谁？什么目的？他在哪儿？我们到现在完全是蒙在鼓里的。好饿呀，是。饿着点好，饿着点精神。师傅，你不是总说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吗？一码说一码啊。哎呀，你盯着，我眯会儿，且得等着呢。尤其是父女之间，半个小时以后叫我。好的。听警察的意思是你教唆的王丹，然后让徐志阳去顶罪，这样徐家就被一锅端了。真要是按照他们说的那样，我还用得着等20年？不管你徐叔叔做了什么事情，到最后我必须扛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喂，喂，想问我，心愿已决。进来。老板，菲菲出去了，要跟吗？哎，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一个人做正确的选择不容易，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颠倒黑白的人。现在是法治时代，一切隐瞒只会作茧自缚。把疮疤揭开，你才能真正的保护吴先生，保住蓬莱集团。给我点时间行吗？如果我爸真有问题，
我送他去配合调查。爸，我去找警察了。我给你看的录像，是小杨被带走之前我们对他的培训，你看完就懂了。我跟王丹提出分手，他不同意。后来我们起了争执，他要打我，我就失手把他推到楼梯下，就昏迷了。有关雕像里的尸骨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说话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呢？曹律师，现在开始第2关。好。爸，不是说好了我去吗？你是第1环。以我们对警方的了解，第一个自首的人，他们肯定会怀疑，所以我们准备了第2张牌。你自首之后，我们会逐步的把线索放出来，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吴总恨徐杰已久，因此教唆王丹撞车，逼你自首，一箭双雕，打击徐杰2代人。警方的思路重点不是在王丹的意外伤害上，他们是非常想知道雕像里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快就会查到集团，查到我头上来。我去换你出来。不然他为……你听我说完。王丹是局外人，他去撞雕像肯定是有人指使他去的。这个人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还要干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很危险。只有我进去了，才能给你跟菲菲多争取点时间来应对。明叔在外面也会帮你们找到这个人。爸，还是为了蓬莱集团，活出我这老命去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杨，你别太有压力。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集团，不光是为了你爸，为了我，是为了菲菲。事实上，存在对王丹伤害的，只有菲菲。老爸替女儿去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嘛。小杨，你爸走了，我也老了，是该把集团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你现在是顶梁柱，以前我有什么做的不周全的，你别怪爸。哎呀，好了，男子汉嘛，抓紧时间，继续吧。为什么这些事情非要等到今天才告诉我？早点说不行吗？因为你演技不行啊，就你的演技，怎么能够把那些人搞定呢？你呀，外表坚强，内心太柔软。对不起啊，丫头，我是骗了你，但是我装病，不仅仅是想促成你跟小杨的婚事。其实爸爸老了，身体也不行，我要把你们推到前台，担起重任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你这叫老谋深算，用词非常准确。你还知道？对，老谋深算的啊！胰岛素泵，给买好了。哎呀，我闺蜜曾对我说，
羡慕我有个90分的家庭。当时我说你不懂，有多少分的家庭就要承担多少分保护家庭的责任。可是我还是搞错了这份责任。爸，你说在那个年代，没有回头路的人是什么样的？这么多年了，时间有点久远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要守的不只是一个家，我要做的不只是女儿，不只是妻子，是一个为了守护珍贵的东西，没有回头路的人。吴小姐，您和您的父亲可以回去了。我爸和你们说，说了，徐志阳也说了，认为您父亲针对徐鹏，所以怂恿了王丹。但是我们可以走了。你们3个人只有口供，没有证据。徐志阳暂时以情感纠纷处理，他近期不能离开看守所。尸骨那边如果有新的情况，还是需要您父亲过来配合调查。吴小姐，照片上这个人，您见过吗？1009蓬莱广场案已经基本进入新的阶段，案件主要有2条线索链。第一，开车撞向石像的王丹，应当是受到了挑唆。徐志阳、吴菲菲、吴国豪口供有问题，你按照妨碍公务另作调查。尸体系本市市民高峰的亲生母亲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高峰的养父高大华在案发当日自杀身亡。促使高大华自杀的人和第1条线索有关，我们怀疑有人故意将2条线索并到一起，目的尚不明确。据关键人高峰汇报，他跟我说了些奇怪的话。老头死了之后一直跟着我的人就是他。同样是这个女人，把他溜到过了广场案发地。根据张静和高峰的叙述以及王丹医院的监控显示，我们初步确定，和王丹接触，以诈骗者身份接触高大华，给高峰提供线索的都是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曾经暂住在西城的招待所，用的是假身份证。招待所的老板娘叫她何怡。我们筛查出雕像内尸骨是高峰亲生母亲的那一天，她搬离了招待所，目前下落不明。轮渡、车站、机场的监控显示，她并没有离开滨川，并且通过我们再次筛查王丹医院以及旅馆周边的监控显示，何怡身边经常出现一个年轻女孩。另外，张静也说，在小旅馆内，何怡的身边有人，所以我们猜测，这个女孩就是何怡的帮手。找到教唆王丹这个人，提前私了是比较理想的。不行，要私了，还要弄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。明白。我去拟定方案，如果是亲友和家属，就以安抚和降低社会影响为主；如果是商业对手，那咱们就准备商战。菲菲啊，你那边有消息及时联系，通讯工具要注意，能面谈尽量面谈，人脉嘛尽量少用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高峰，
又没睡啊？害怕了，是吧？我妈死了这么多年，一直被埋在这个雕像下面，20多年了。刚才你另外一个妈来找我了，给我来杯酒吧。Tim， 给阿姨倒杯果汁。好的，不用麻烦了。还是那个味儿，不值那么多钱。我不是一个喝果汁的人。高峰还没来上班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自己跟他说。我是来找你的。阿姨，高峰的事我劝不了。说真的，虽然折腾这么些天，但我倒觉得高峰比以前更像个人。他的事，最后查不查得清楚，我并不在乎。人年轻的时候，能为一件事热血一次，拼搏一次，就算被反复揉碎，也不算白活。姑娘，如果高峰老是安定不下来，你就别等他了。他这么折腾，我也拦不住。你这么好一个大姑娘，别耽误你。有些事强求了，更受罪。拜你所赐，我哪天不是在跟吸引力法则做斗争啊？你这个人，你的这些事儿，真是够特别的。你自己的坎，还得自己过。2位领导，案子和高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，我应该回避。王丹这条线索，还有吴家的相关信息，我移交给贺小阳。张静和高峰这边呢，小赵会接着跟进。其他技侦方面的事儿，佳琪和小强都比我强。先斩后奏？没有。给个理由。我和高大华，这是客观原因。客观上，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构成回避关系。但如果你是主观原因，给我个理由。和高家的关系，我怕影响判断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用好这种关系，而不是打退堂鼓。高峰这个人物很关键，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。另外，如果需要他积极配合协助调查，谁去跟他谈，怎么谈，还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吗？你是不是怕自己对高大华的感情影响了冷静客观？当警察的当然会遇到很多触动情绪的事，冷静履行职责，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方式。这个案子也是你的修行。干爹，您在那边好好的啊，
吃点盐。要是问了，找我爸妈聊会儿天。等过2天我把事情忙完了，我再好好陪你喝。来都来了，别躲着了，出来吧。这些是出事的那段时间所有员工的联系方式，这是施工队的名单。我当时还找了一些公安和医疗口的人，他们说出事以后很多人都联系过，但是知道雕像里有尸体的，可能就这些人了。这些人际关系，有些都是我去打点的。我以为搞干净了，没想到百密一疏还是有遗漏的。你爸当时是街道办的小领导，辞职以后才去和徐总干的。那时候做生意主要得靠人脉。你别说那么玄乎，那时候做生意在体制内历练过的人更懂规则，会比自己硬闯更懂管理，这很正常。对了，王律师来剧团时间短，你跟他说道，别动不动私了的，规规矩矩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我们又不是黑社会。明白。丫头老一辈的事儿我们来处理，你呢，出国散散心去。不行，这里面的人谁有问题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弄清楚谁认识王丹，谁跟王丹有关系，那是我的事儿。老吴，那天苏明问我，说，除了照片里那个人，吴小姐最近生活里有没有其他可疑的人或事？你觉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？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止一个人，而且有人就在我身边。那天在局里护着你妈，爷们儿了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特别作呀？我也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家里边和和睦睦的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。从我记事以来，我就跟上了发条一样，不弄明白我自己到底是谁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这就是我的命。这个号码是从老头手机上找到的，那个女的一直关机。别打了，这号码我们也盯着呢，他是做好计划来的，没那么容易查到，总会有办法。高峰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别瞎搞，你现在是案子的关键人物，局里给我下了命令，必须得好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你这边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跟我们通报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只要是犯罪分子，藏得再深也早晚会被挖出来。其实，我早就跟高叔说过，那女的可能是诈骗。可高叔就跟着了魔似的，说什么都不听。现在他人不在了，我心里也憋得慌。我跟你一样，也必须把真相搞清楚。放心。没毒。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你还小吧？14、15，他还做过什么生意啊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我爸很少跟我说生意上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天苏明问我，吴小姐最近生活里有没有其他可疑的人或事，而且有人就在我身边。吴菲菲，咱俩认识10几年了，你是怀疑是我让王丹去撞的车是吗？你怎么不怀疑艾美还有晶晶他们几个？还有你那个谁都没见过的闺蜜？没事。进来。老板，鉴定那边做了点工作，拿到了结果。雕像里那个人有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就在病床。老高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，到死你也瞒着。可孩子要找妈妈，天经地义。我劝不住了，你在天上能看见他是吧？那就保佑他，别捅什么娄子，千万别出事。这辈子咱都尽力了。高峰，干嘛呢？回去休息吧，别再把我厨房炸了。不用，待会儿我买杯咖啡。查到了，师傅，帮何一做事，陪他去找王丹的是广场旁边咖啡厅的兼职服务员倪楚然。这是监控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在高叔墓地，高峰跟我说过，说除了何怡，还有一个人在引着他走，也是个卖咖啡的。警察，这人在哪儿？刚辞职，刚走。师傅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快停车！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快停车！刚才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可能找到你了。告诉我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跑了？不就一女孩吗？你让她跑了？这点事儿你都干不了，你干得了什么？抱歉啊，没有，师傅，您骂的对，这次是我掉链子了。不过您给我2天，人肯定找到。吴家那边咱们的人在盯着了，说管家赵天明最近有行动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跟咱们找的一样。闺蜜，菲菲，把名字告诉我，我找人查询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我不
不知道我在犯题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他不可能跟这件事情相关的。那王丹的事儿，你跟他说了？我没有，我们约好过，不该问的事情绝对不问。但是万一他别有用心的话，行了，娜娜，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了。去日本还是去美国，你自己选一下吧。爸，能不能下午先留一下，让我自己试试？赶紧出去，再不出去，有可能被边控了。爸，听话。这事儿是我自己搞，你就让我自己试试不行吗？菲菲，别急啊。你们父女俩也是为了对方好，别伤了和气啊。我在公安局看见他的照片了，就是他。阿明，我们的噩梦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在用咱们的老朋友帮咱们查，之前曹律师提醒过，不能张扬，所以收效甚微。菲菲这里高低是条线索，您不妨就碰碰运气。太危险了，风险是浪，避他就会被拍死，但是迎着他上，兴许事情就会有所转机。这也是当年你教我做事的风格呀。事儿已经出了，躲是躲不过的。菲菲的性格又特别的像你，如果你不让她试试，我想她是不会甘心的。好一点了，不跟我喊了。啊，我谢谢你明叔，是他替你求的情。哎，我丑话说到前面啊，就这一回，要是不成，就赶紧跟我出去。好吧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现在这个人最奇怪的就是，出事之后，他一直躲着，我们得先让他出来。知道他要干什么，这样我们才能给相应的协商方案。吴总，菲菲，曹律师，明叔，我们找人的时候被警方察觉了，他们以你们两个涉嫌作假证、扰乱公务为由布了监控，现在门口就有他们的人。老板，门口有3辆车，苏明带队。明叔，你去帮我买2个黄果。曹律师，我要一个备用手机。菲菲啊，现在通讯工具照他说的办，让他试试。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怎么了？火龙果过敏，我们平时很注意的，最近因为忙疏忽了。司警官，要不你也跟着去？好，我们车带路。辛苦了。
一会儿从后面走，安全通道。谢谢刘医生。给你爸爸带个好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帮我看看病历。喂，闺蜜，我跟你一样，也很吃惊。这是案子里另一个关系人的手机，他表示他收到了与案情有重大关联的短信。你和手机主人，你口中的闺蜜是什么关系？吴菲菲，请你不要再对我们有任何的隐瞒。为什么叫她闺蜜？喝酒认识，熟吗？喝酒话里投机的就成朋友了。就在这儿。瑞瑞，这是你要找的闺蜜吗？老板，我买完单了啊！啊，好嘞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会儿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走个会儿。
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个人。爱的心路曲折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叫高峰，我一生都在追寻一个旋律，所有人都说我错了。你听到的是歌吗？能在这儿听到歌的人不多。我叫吴菲菲，别人都说我生下来什么都有，但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的世界缺了一半。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俩是我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。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。是这首吗？不是这首，但这首。我们成了闺蜜。或许我可以通过它了解我身世的真相。那个闺蜜就是高峰吧？你怎么不接她电话呀？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，但是警察说了，王丹的事跟他没关系，是我想多了，是那个坐轮椅的女人让王丹去撞的雕像，可是雕像里的尸体的儿子就是我的闺蜜。爸，你说这真的都是巧合吗？你还知道什么吗？我知道点儿。之前之所以不跟你说，是怕你多想。高峰的妈妈不是什么建筑工人的家属，她是国际俱乐部的歌舞演员。可是他为什么？她大概是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徐叔叔吗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那个坐轮椅的女人又是谁啊？她是谁？她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
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丫头，别怕，我跟你徐叔叔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就像开荒一样，你遇到再硬的石头也得用手去刨。有一回有一个工人出了意外，家属来闹了，我就跪在灵前，让他们指着鼻子骂呀，不吃不喝，整整72个小时。现在不一样，你出去。曹律师前年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，你是执行董事，不是积压了很多问题要处理吗？正好，你趁这个时候去处理一下。爸不是让你去逃避啊，而是这些遗留下的老问题必须我去面对，我去解决。公司未来的发展有很多的新问题，你要用年轻人的方式去处理，去挑大梁。丫头，爸爸的心愿，你妈的心愿，就是你平平安安的成长，平平安安的生活，知道吗？明白。这些呢，就是俱乐部的材料和档案。国际俱乐部以前的经营呢，我也不太了解，说出去是个副总，其实我就是给徐总打工的，我负责对外联络，具体的全面工作呢，由徐总掌管。之前为什么不说？不说什么？第一次涉及王丹和徐志阳的蓬莱广场撞车案和您谈话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提国际俱乐部？国际俱乐部就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副业、子公司啊。这不是问到了徐鹏徐总了吗？我才有的说。作为副总，对俱乐部的生意一点都不知道，有点站不住脚吧？外地来的，孟队，你应该把咱们冰川的情况都给新同事普及普及嘛。吴总的情况我了解，以前是国际俱乐部那个片区的供销社主任、副主任，副的比正的可管得具体啊。副的就是副的，上不去。人家正的有背景啊。索性辞了，趁着做生意的环境好，一直在徐鹏那干。感谢徐总收留我，我呢是从体制内出来的，身边呢有那么点小人脉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也确实不容易的。当年呢，感谢徐总看得起，就给我了一个部门经理来做一做。我呢，其实主要的工作呀，也就是吃吃喝喝，维护一下各个方面的关系。核心的事儿，徐总不说，我也不敢问啊。吴总谦虚了啊，当年供销社的主任，现在都掌管着整个集团了。徐总信任我，儿子都给你养，这种难得的交情现在很少见呐，吴总。徐总对我有很多的恩，但是最重要的啊，没有徐总，就没有我跟孩子妈的这份姻缘。他以前也是国际俱乐部的经理，论发财，他比我想有劲头。我也觉得这个发财呢挺重要的，但我更在乎的是我们那个小家。事情已经到这儿了哈，如果徐总有问题，我也脱离不了干系；如果没有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吴总，您先坐。先让我把话说完。我先表个态啊，做生意呢是次要的，现在做企业呢非常的难。但是集团这辆马车不停下来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也给二位提个意见啊，咱们不要浪费那么多精力了。丫头出去买个药都挺麻烦的。还有，我那个女婿啊，徐志阳，
他跟外面那个女的，也就是个情感纠纷。我想取保候审，让一家人赶紧团聚，流程上面还是请二位多多关照啊。苏敏，哎，一会儿啊就在这儿吃饭吧。高峰姑姑这也快回来了，你们先喝点茶，我去做饭去。啊，婶儿您别忙活了，我们待不住，我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儿。那姑娘你自己找地儿坐哈。哎，谢谢。婶儿，您这脚恢复的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哎呀，好多了。我呀本来伤的也不重。哎呀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您也多注意，别着凉啊。哈，苏敏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是这样，我想跟您了解点情况。我高叔在去大排档之前，还在什么地方工作过？哎呀，那可多了。咱们这市里头有名的那些饭店，他好像都待过一阵子。具体在哪儿啊？具体我也记不得了。你说好多饭店，黄的黄，改名的改名。国际俱乐部，您还有印象吗？是这样，蓬莱广场撞车案呢，现在线索都交汇在了国际俱乐部。我们找到了部分的俱乐部职工通讯录，上面有高大华高叔的名字，说是高叔从91年开始就在那儿工作过。哦，我们推测呢，高叔很有可能跟高峰的亲生母亲在同一时间段内工作，这个您知道吗？当然啊，90几年嘛，那俱乐部的员工很多，也不一定都有交集。但是现在案情很复杂，我想知道您见没见过高峰的生母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想，不停地唱。行了，别唱了，在外面少唱。白云奉献，没被徐总骂够是吧？没到冰川地界呢。就算你在珠海唱，也能传到他耳朵里。听他扯，什么唱多了就不值钱了？值钱的是我这个人。行了，别发疯了，让你出来办事儿，就放飞了，别嘚瑟。你完了你啊！行，回来了，不唱。我叫曲梦，23岁，是冰川国际俱乐部的歌舞演员。我以前喜欢笑，喜欢唱歌，喜欢好看的裙子。但是现在，我痛恨这一切，痛恨现在的生活，更痛恨我自己。
你去买到厦门的票，18号到20号回，那边有个老板要见，老吴让咱们俩跟着一块儿去。18号不行，刘老板约了个重要的客人过来，让他改个时间。我让刘老板改时间，不行吗？副领班白让你干的。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许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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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就晚了，别多管闲事，别疯了。早就被你们逼疯了。走了，别管了。什么？老吴从香港带回来的，送你了。这玩意儿真的假的呀？什么吩咐呀，洪大领班？王总周6要去郊县钓鱼，叫你跟着去。行啊，你洪大领班都发话了，难不成我还能不去吗？他现在位置重要，要不然徐总也不可能点名让你去。去呗，反正他钓他的鱼，我就在车上等他。他去住他的地方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发什么疯啊你呀？以前在俱乐部又不是没赔过。以前我能自己选择吗？你少在这儿明知故问。行了啊，我劝你省省吧。咱们这人来人往的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动过带你走的心思？后来一听说你蹲过大牢，就又都打退堂鼓了，自己心里没点数。吴副总的心意难得，好好珍惜啊。
他真把自己当天使。好的，啊，请稍等。 哥，你怎么就喝这么一点？让我喝一个。你别瞎摸。喝一个吧。怎么了？雪豹，你干什么？你他妈谁呀？雪豹，这是谁呀？要保安。快走，杀了他！走啊！ 站住！我打听过你了，你叫杨文远是吧？为什么我鬼啊？有的时候，就是想感受一下死亡。我一直在给诗刊投稿。 这个还给你。那天谢谢你，物归原主。就为还这个？听说这个金球只有这里才有，还真找到你了。在这儿等着吧，还能睡上一觉。明天早上6点我会下班，到时候接你出去。 我在写文章，我想借你的名字做主人公。什么文章？小说、散文，也可能是诗歌。我能多了解你一点吗？傻子。
缘分3、6、9等，不在一个世界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来的地方就别再来了。在文章里，我们可以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在你的文章里面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个喜欢自由的人。你等等，快点！对不起，走了。散开，赶紧走，再别来了。他叫杨文远，是本地一家报社的记者，可一心想当诗人。据说昨天卧轨，是为了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。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傻子。这人怎么找上来的？带他来楼上干什么？他看见姑娘们了吗？俱乐部的事情你给我分析。徐梦，王总说的事儿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说我们跟王总是一个世界的吗？怎么不是啊？他们不吃喝拉撒呀？不睡觉，不喘气吗？哼，不一样。哎呀，金老板，哎，人头马，人头马，你看，300了，300了。王总钓鱼那事儿办好了没有？许梦那丫头呀，性格不好，太犟。这她呀，不能硬着来，得软着。知道了，吴老板。哎，我才说了一句曲梦，你怎么这么揪揪的呀？哎呀，你算了，算。哎呀，满屋子都是蒜味儿。别酸啊！过2天呢，我要出个差，去帮老徐签个合同去。一笔大合同。跟徐总说说，别总往外跑，守着饭店不是挺好吗？拿着人家的公田，就要给人家卖命去。老话怎么说的？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现在啊，都是干实业了，啊，落伍了可不行啊！哎，这个月有动静没有啊？没有。
要不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查查看是你的问题呢，还是我的问题？你闭嘴！肯定是你的问题。不能这么说啊！就是太瘦了，看你这瘦的，多没点肉，撑不起来，多吃点。你最近都胖了。哎，刘总，快去吧。走走走。找许梦啊？拿的什么呀？我是来还衣服的。大老远的跑这儿来，就为了还衣服呀？哎，检查一下。我答应他的，给他写的诗，想让他看看。都约人见面了，大晚上你管这叫诗？还是许梦看男人的眼睛刁，就知道你会猫着搞事情。他叫我在这等你的。哎呀，太晃了，你扶我一下吧。扶我一下。何小姐。哎，搭着，我走不稳。大陆人怎么这么害羞啊？没有被女孩子挽过呀？各位尊敬的贵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国际俱乐部。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俱乐部去年被评为了咱们滨川市的餐饮龙头。小娇，你别误会，这个球就是带着好看。那。就跟那些有派头的人都穿西装一样，不比背心大裤衩舒服，就是讲个派头。我都看到了。这个球是抽奖用的。是，抽奖，今儿也抽。哎。抽奖环节，待会儿就开奖了，碰碰运气。拿着，喝酒吗？给你拿一杯。等一下啊。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特别奖，特别奖的奖品是由我们俱乐部的金球天使曲梦合唱一曲。那么谁抽到了金球呢？金球在哪里？啊，金球在哪里？金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快点站起来！好，大家恭喜啊！快走，别傻着呢，走，上，走，快去呀！许梦在那等你呢。
你好。唱歌的姑娘，你好。当霓虹的河流漫过堤岸，你的笑声是其间不肯下沉的帆。当远方的星光穿过乌云，你的歌声是未被驯服的火焰。别怕，夜莺也曾在荆棘里等待，只为唱出倔强的音符。别怕，种子在废墟中破土而来，只为穿越痛，扎下根蔓。美丽尘埃都终将醒来，每个灵魂都正在澎湃。光会穿越千年，花终将眼前盛开。在光与花中间，我看到了你的泪，它晶莹闪烁，在霓虹中碎成星海。你好，姑娘，你好。说说吧，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？还念诗，搞得挺新鲜的。徐总，怪我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不是兴师问罪的时候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先解决事情。没大问题，这个人应该没摸到门道，之前抽奖被他看到了，好奇而已吧。现在没事了。那种人没有什么背景，随便给点钱打发就算了。钱是那么好挣的吗？消费了吗就闹场子？那都是兄弟们刀尖上滚出来的，你说给就给啊！徐总，哎，徐总认个错。我自己惹的事儿，我自己处理。人在哪儿？送走了。走了？没人看见他走啊。都做梦，他也做梦。滚蛋！你们是被逼的，是不是？快走！哎，谢了。缘分369等，不在一个世界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来的地方就别再来了。杨文远，
站住！你干什么啊？我去找你，本来是想看看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，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没用的，公安都来俱乐部查过好多次，可没人敢站出来说实话。你别把自己搅进来。别闹了，跟我一起回去。干什么呀？不回去是吧？走不走啊你？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你，别闹了，你把人警察同志都给闹出来了。同志，要不里面聊？我们没事儿，对不起啊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抱一个。爱上了，走吧。都搜遍了，这小子没藏什么东西。你也要做吗？起来！你起来！好，是我先招惹你的，算我赔给你的。曲曼，别这样。我说了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嫌我脏？杨文远，你没资格嫌我们脏。你知道没钱吃饭饿肚子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是我家里边第3个女孩，初3的时候，妈走了，继父把大姐给卖了，二姐有一天忽然跟着继父去了城里买药，就再没有回来过。我一个人逃了出来，来到了冰川。起初在一家小饭店里面打工，做服务员。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一帮男人，对我毛手毛脚，我不从。他们借着酒劲就把我关进了包间里面，强暴了我。我闹，于是他们就诬陷我偷了东西，最终把我关进了大牢里。怎么样？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他妈以为我天生就想干那个吗？我天生就他妈那么下贱吗？是我们年少无知，像没头苍蝇一样被带了进来，
以为抓住的是一条捷径，以为还有机会抽身，但贼船一旦上了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我可以帮你。怎么帮我？带你离开这儿。我他妈在俱乐部做事的人，谁他妈能放过我？既然你已经掺和进来了，只能用他们的办法离开冰川。俱乐部，我们是什么做什么没那么重要，我们的根早就被磨没了，沉睡太久，睡不醒了。你一个穷诗人，不要幻想着拿我们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，满口自我感动，除了给别人添乱，什么屁用都没有。我看你还是别在这儿做梦了，拿上钱回去写你的破诗，别再来找我了，下场不好看。你回去，我说，你回去吧。滚啊！下雨下雨到了，注意分寸。在别人的眼里边，这辈子我就是个劳改犯，我的生活就是个大垃圾场。你是大诗人，不值得你去来捡垃圾，你知道吗？出来的时候，红点把我带到了俱乐部，可那里根本不是我想象的样子。你以为我没有反抗过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赖活着吗？我在你眼里看到的是曾经的我自己，心中有梦，眼里有光。这驾驶人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萌，老感觉你愁眉不展的。嗨，你要在俱乐部干得不开心，跟哥说，随时给你换路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听你唱歌吗？哎，你那个甜蜜蜜唱的呀，简直甜蜜蜜，你笑的甜蜜蜜。我老觉得我这个发声方法，这个气息不够，你摸一摸，这个气息，你看，甜蜜蜜，你笑的甜，哎，小梦，你觉得这个气息行？怎么回事？
歌的姑娘，你好。当霓虹的河流漫过堤岸，你的笑声是其间不肯下沉的帆。当远方的星光穿过乌云，你的歌声是未被驯服的火焰。别怕，夜莺也曾在荆棘里等待，只为唱出倔强的音符。别怕，种子在废墟中破土而来，只为穿越痛，扎下根蔓。美丽尘埃都终将醒来，每个灵魂都正在澎湃。光会穿越千年，花终将眼前盛开。在光与花中间，我看到了你的泪，它晶莹闪烁，在霓虹中碎成星海。我叫曲墨，歌曲的曲，做梦的梦。这个名字送给你用。哪来没有花的果，没有云的雨，没有风的火，全都生于哭声中，人人笑着舞，个个披甲戴锁。醉人的那酒困你的渴，也是金色的，人怎么舍得脱？哭住我，恨是条不归的路，尽头什么都没有，因果交换角色。